嘿，大家伙儿早喽！3月23号星期四了，今天阴天了，但是这一周都是樱花陆续开放的时间。不过看天气预报，一直到周日都是阴天，而且会下雨，也就比较的不巧啊。今天又是在向城里跑，去看看别人推荐的看樱花的地方，先探探路。如果有机会的话，给大家拍一期赏樱专题。今天是我这4天的第一个训练日啊，就热身跑。今儿就把这件衣裳穿上了，这都是市售的款式，不是精英的那种款式，就是圆领的，那价格就差好多好多。就我这个身材吧，穿 M 号的大，穿 S 号的呢又稍微的有一点紧。这几件都是 M 号的 ，BTC 的那件是 S 号的，就都能穿。基本都是欧版、美版的尺码。昨天看胡老师的频道分享在日本买体育用品啊，到这边实话实说还没开发过呢。看今天的日出，远处的山和红颜色的朝霞，有点漂亮，这种感觉。这个上坡，这个 Life 是这边一个挺大的连锁超市，除了去菜市场就去它了。应该就是前边到河对岸，沿着河边跑，差不多就能到。今天跟大家伙聊聊半程马拉松的参赛策略、注意事项等等。行，我专心找找路，一会儿咱再聊啊。
大家看这个，这个是大阪市的市一所，这一片建筑，来到另外一条河的河边。这边跟我住的地方完全长得不一样。我看评论区好多小伙伴都说要参加半马比赛，包括过两天上海有半马，对吧？可以凭成绩直通上马的。但是我估计啊，怎么着得1小时30以内的成绩吧，因为现在水平越来越高了。他应该是取前多少名，我不太知道。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弹幕一波，让想直通有机会的小伙伴们看一看。想跑半马的小伙伴们，我觉得可能是分2种吧。一种就是这几年刚开始跑步，报第一个比赛，因为好多半马是不要之前的成绩的。或者说自己觉得先从半马开始比较稳，还有的小伙伴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想取得一个成绩或者一个名次。我前2天还说要跑一个半马的比赛，去看看能跑到多少呢，对吧？对于初次参赛的小伙伴们，我觉得先体验什么是比赛，因为虽然它是半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对吧？从报名到博览会，到赛前的准备，到早上起来的集结、存包，各种都体验一遍。至于比赛呢，就是如果您平常练得好，我觉得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不需要太，怎么说呢？不需要太小心，你就平常怎么练就怎么跑，不用担心后边掉，因为反正没有多远。因为一般这种小伙伴是肯定可以跑到不掉速的，跑到16、17公里的，对吧？你最后就算掉，也无非就是3、4公里。哦，这一片应该到了夏天体验挺好的，晚上来。至于想冲成绩的小伙伴，我说2句：半程马拉松更短，就像前2天我说全程马拉松，第2公里至少第2公里结束要把配速追回来。半程马拉松更是，半程马拉松起跑一定要快，如果你想冲成绩。如果你第1公里慢了15秒、20秒，就真的特别有难度了。这个因为距离太短了，并且呢，你又是一个极限速度，不是像全程马拉松，不是极限速度，对吧？像我跑半程马拉松3分40以内的配速，那我想后边每公里追2秒是不可能的，那追2公里就崩了，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所以起跑很关键了就。我看看我到哪儿了。这儿我们要过到河那边去了，所以就是起跑要快，起跑快就意味着热身得好。半程马拉松的热身，如果您是想冲成绩的话，至少慢跑3公里吧，至少。之后就是赛前，半程马拉松不需要太刻意的减量。总说马拉松是系统工程，对于半程马拉松，它不算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是到时间就去跑就行了。赛前的减量和饮食都不需要太注意。赛前最后1周注意一下，就是从比赛周那周的周1，训练量就开始往下减，这1周减到平时的1半。
或者60%就足够了，不需要减太多。至于饮食，可以做的跟全马一样，就是周2、周3、周43天把碳水压一压就行了。然后赛前不需要像全程马拉松那样玩命的补碳水，因为半程马拉松基本上消耗不完。就算你没有训练基础，一个半程马拉松1000多的热量，你其实身体的正常饮食的储备都够。所以说到这儿，半程马拉松的补给策略也跟全程不一样。半程马拉松还是需要补给的，就是你不可能什么都不吃就能跑出一个特好的成绩。我一般吃2个能量胶，这就比较奢侈。您也可以吃1个，而且更早，大概6公里就吃掉第1个。之后呢，看情况。第2个能量胶更多的是保证您的心理作用，10几公里的时候吃掉它，吃咖啡因的，如果能吃咖啡的话。至于电解质，就是盐丸啊，这个不需要，除非特别热的比赛。特别热比赛其实也冲不了好成绩。看这个大本营里边一片花海啊，说到补水策略呢，就是半程马拉松比较随意，就是5公里的水站、饮料站都进就行了。然后最后就是20公里内你肯定不进了，对不对？17公里多有一个普通的水站，看你情况，一般我也就不进了。因为半程马拉松虽然说大多数时候举办的时间不如全程马拉松那么的合适，可能会多少有点热，或者像北京的，一般那个季节就是飘各种的树的那种毛毛，然后还有大风，是会比全程马拉松比赛的时候有点热，但是也还行，就是能坚持。总结一下，就是半程马拉松一切事情都可以坚持，而全程马拉松不行。所以大家首先放松心态。吃喝说完了，最后说说配速策略。半程马拉松没有配速策略，半程马拉松上来就要冲起来，达到你的目标配速，之后就是咬住。像一般半程马拉松我参加的比较多的都是北京的，到了安贞桥10多公里、13、14公里的时候，会迎来第一波比较顶。但是其实因为你跑得快，半程马拉松又短，很快你会顶到17公里。到17公里左右，你就觉得会到一个相对的小极限。这时候就看最后4公里你怎么冲了。最后4公里怎么说呢？会感觉比较长，而且好多半程马拉松最后4公里会更多的折返来凑距离。我是觉得可以晚一些冲刺，如果你的成绩已经在你的目标以内了，就稳住就行了。如果没在呢，你也不能等了，4公里还剩4公里的时候就要冲，先冲1公里、2公里，看能不能冲起来。能冲起来的话，一般也就能成功；如果冲不起来的话，就只能下一场再说了。现在国内半程马拉松的水平，至少在上一次我参加北京半程马拉松的时候，好像是2021年。我是跑了1小时17，大概是30多名吧，好像是不记得了。我回去看看。那大的这种半程马拉松水平现在都挺高的，因为半程马拉松大家跑多了就知道了，真的挺简单的，就是基本上你跳出舒适区的训练，练个2、3年，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相对
带引号的冲刺速度跑下来。如果你想创造好成绩，一开始就得冲起来，就差不多了。行，我也跑2圈就折返回家。加油干，加油干啊！哎，3月23号星期四清晨7点23，训练结束啊，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今天跑得慢啊，平均配速4分45，一共跑了1小时40，心率145，步频196，功率215。为什么慢了呢？因为在那个桥边还有最后回家的路上，就最后只能走过街桥和桥底下走台阶儿。今天上上下下走了好多的台阶儿，而且今天本来跑的也慢，天热起来了，看我这汗10几度了，一下就。不过今天探到那条河边，应该是樱花满开以后挺漂亮的，是不是？这2天去看看去。行吧，今天跟大家伙分享了分享半程马拉松我的一些不成熟的小经验。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半程马拉松不用太当成系统工程去准备。比方说，你也可以不贴胸贴，防磨的东西呢，其实也可以不用抹，因为半程挺短的。之后就是赛道的补给也相对随意一些。半程马拉松最关键的就是一上来的速度，那就是赛前的热身，还有一上来你要冲起来，要尽快加到你的目标配速就行了。然后之后就看你能不能顶下21公里了。那行吧，那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加油干，加油干！